男人穿越到了梦寐以求的氪金游戏里，还遇到了氪金也没能得到的女神。高中毕业的我握刀20年，成为了全国第一刀手。没有我不能切的东西，没有我切不开的东西。没错，我就是刀法第一的刺身师。今天的我也在正常上班，我手机还弹出了以前删掉的游戏。这时本地的黑社会头目找上了我，非要我当黑社会老大，直接开出了天价的3亿定金。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而且还非常生气，因为有不洁之人来到了卫生的烹饪室，我直接将黑社会头目撵了出去。就连一起上班的同事都疑问我为什么不跟着黑社会头目吃香的喝辣的，但我只想一辈子剁鱼头，不想去当黑社会。这时手机又弹出了以前被我删除的游戏，魔王军入侵了，需要勇者帮助。看着梦寐以求的女神，我还是点开了它。一阵白光掠过我，便失去了意识。同事过来找他，发现地上只有一个手机，人却不见了。这时手机屏幕上面的游戏读条也到达了100%。这款游戏没啥剧情，也不需要你有啥操作氪金就行，属于直接付费的垃圾游戏。如果要问我为什么要玩这游戏，那当然是女角色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竟然被游戏吞了进来。我附身的角色不是 NPC， 也不是帅气的游戏角色，我成为了背景人物江建模。这里是个受到奇迹加护的世界，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甚至分不清这里是游戏还是现实。我在这里过着平凡的第2次人生，但今天的我收到了来自金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待，又不得不去。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背景人物怎么考上的这种名门学院。江建模在我穿越之前就觉醒了加护，还参加了金华学院的录取考试。加护是人类可以使用的特殊能力，就像游戏里的技能一样，但不是人人都有加护，一般都是遗传。根据加护划分了阶级，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就是金华学院，它名义上是为了培养英雄而建立的。没有英雄血脉的江建模却作为特招生考进了金华学院。这个世界需要英雄的原因，那就是这里有魔王。我口中念到加护，马上就弹出了加护的弹窗，无痛的加护，发动时间30秒，冷却时间12小时。无法想象以前的江建模怎么靠着这种垃圾加护考上的金华学院。这时又看到了一个我附身之后的加护，剑神的加护，挥剑可以切开任何东西。发动条件是刃距必须在长30厘米以下，宽5厘米内。关键这还是玩游戏时没见过的加护，名字又是江建模，还得到了什么都能切的剑神加护。唯一的缺点就是发动条件太苛刻了，长30厘米和宽5厘米的刃距和前世的刺身刀尺寸差不多。如果要去金华学院，必须要佩戴武装。我完全不想把钱花在勉强就读的学院里，但又需要武器防身，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2天进入金华学院时，老师向我确认这真的是你的武装吗？我买了几十把菜刀，因为入学仪式必须要检查武装，老师都觉得我是在搞恶作剧。他一把拍在桌子上质问道：“你是不是把学院当过家家了？竟然拿菜刀参加分班考试？”我也只能解释这就是我的武装，就连老师也被我的气势压倒。眼看老师准备发飙时，我只能解释我是来自普通家庭的特招生，学费已经让父母压力太大，实在很难开口向父母提出买武器。老师此时还有点自责，怎么能如此对待这种大孝子？我再次补刀，只有窝囊废才会埋怨装备有问题。听到这里的老师都露出了震惊的眼神，这一脸认真的口气简直就像是到达了某个顶点的人。老师只得认可我的武装，但旁边学生都嘲讽建明怎么来这里了。老师当即斥责了这些学生。江建模感叹武装检查终于结束了，接下来还有重要的入学考试。金华学院和游戏里完全不同，大的简直像一座小城市，这是只有上流人物读书的地方。我找了个地方准备休息一下，广播通知分班考试即将开始。虽然没参加入学仪式，但分班考试可是很重要。江建模掏出了菜刀准备练一练手，前世握刀20年应该不会生疏，打算切树叶试试刀法。我拔出菜刀的瞬间，便感受到了一股雷霆之力。系统提示：剑神的加护发动，肉身强度太低，武装太低，强制使用意志力和使用者同步。江建模都不敢相信自己只是拔出了刀就发动了加护。系统提示：同步完成，希望神的加护伴随你。加护发动之后，仿佛进入了一个碎裂的空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菜刀也脱手而落，空间也就此消散。放开刀的瞬间，他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发动了剑神的加护后，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碎裂的，一阵头疼感传来。我又发动了无痛的加护，如果每次发动剑神的加护都会有剧烈的头疼，那这个加护相当于废了。广播也传出，请学生马上到练武场集合。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捡起菜刀，握住菜刀的瞬间，一股钻心的刺痛从手中传来。练武场内，新入生都来到了这里，大人们还在讨论为自己的孩子买武装花了很多钱。其中一人注意到某个大人物来了，那就是7星英雄剑帝齐格。看到剑帝的众人急忙避开他。这时7星英雄贤者美迪亚找到了剑帝，剑帝都吐槽70岁的人了还穿得这么花哨。贤者美迪亚表示女人直到死都需要保持年轻，还提出用加护让剑帝年轻10岁，但被剑帝拒绝了。他都觉得这个老头子和以前一样，一点没变。他疑问这个不知道变通的老头子为啥要来这里。他试探到剑帝是不是专门来看疼爱的孙女。此时的剑帝也默不作声。分班考试即将开始，江建模也来到了这里。他注意到了一个人影在人群中穿过，他正是剑帝的孙女阿贝尔，也是这个游戏的主要英雄，也是我前世氪金的主要原因。
亚空间是金华学院第一任校长创造的，在亚空间内就算受到伤害，现实的身体也不会受伤，所以学生们可以在亚空间内尽情战斗。今年的分班考试采取了大逃杀模式，随机传送10名学生到同一的亚空间，让他们相互厮杀，而且没有任何武装限制。根据存活时间评分，剑帝齐格认为不限制武装只会让掌权者们占尽好处。校长贤者美迪亚解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学院运营的资金都是这些掌权者们提供的，这也是为了引入特招生制度做的退让。特招生指的就是我这种不是英雄后代的普通人，进入学院也只能远远的看着前世氪金也得不到的女神。但是我知道眼前的女神阿贝尔已经名花有主，因为她会和游戏主角成为情侣。她和自己这种特招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只想稳定平安安全的在这里毕业就行，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平凡的人生，打死也不想发动剑神的加护再次体验那种酥麻的感觉。随后广播开始宣布规则，今年的分班考试是大逃杀，随机抽选10名学生到同一个空间，根据生存时间决定排行，再统一分配班级，而我的目标是最后1名。随后亚空间装置启动，结界覆盖住了整个比武场，我只想在不拔刀的情况下结束考试。考试开始没多久，就有不少人被淘汰出局。校长美迪亚说起这次的考试结果已经注定了，不仅有剑帝你的孙女，还有其他7星英雄的后代。此时的阿贝尔轻松解决了其他对手，获得了胜利。看到这里的剑帝也准备离开，其他学生的成绩不看也知道大概结果。这时剑帝齐格和贤者美迪亚都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就连外界的其他人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美迪亚询问剑帝是否感觉到了，剑帝还是不敢相信，二人始终没能找到这股气息的源头。这时一个声音吸引了他们，这是亚空间碎裂的声音。二人不可置信地看向天空，亚空间竟然碎开了一个洞，只听轰隆2声，一个人影从天上的亚空间里掉了下来，一道白光闪过，跟着又是一把菜刀落了下来。校长美迪亚急忙命令医疗组确认学生们的状态。我一开始也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刚进入亚空间，大家就开始了厮杀。这种场面的战斗不能说是厮杀，只能算被单方面蹂躏，但他们并不打算结束战斗，而是故意折磨对手。他们用暴力折磨对手之后还要蹂躏尸体，因为我太弱了，他们甚至无视了我。这时他们又盯上了一名女孩子，这名女孩很明显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见两人又打算用暴力折磨她时，我还是开口阻止了二人，并咒骂他们是神经病。他们也发现了我是之前的特招生，目标也从女孩换成了我。本想用无痛加护扛过去，但无痛加护持续时间只有30秒，但这二人蹂躏尸体都会超过30分钟。我又想到了拔刀，使用剑神的加护又有副作用，但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我还是握起了菜刀，就算只有30秒也足够了。双胞胎的弟弟朝我攻来，我先发动了无痛加护，又拔出了菜刀，系统提示愿神的加护伴随你。这一刀直接斩下了对方一只手。我前世的师傅是一个黑社会混混，为了赎罪，他砍下了自己的一只手腕。他亲手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刺身刀。现在我把这些刀功用在了实战中。被砍断手臂的双胞胎弟弟疯狂嚎叫，但我并不准备放过他。双胞胎弟弟逃跑的同时向大哥呼救，我走上去一刀结果了他。双胞胎哥哥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就算这样我也没有停手的打算。刚才被救下的女孩也看着这一幕，双胞胎哥哥冷静地分析这一切，他认为菜刀可能是秘密武器，只要小心菜刀就行。他也掏出了秘密武器，戴上了另一只手套。装备这一套手套时，他就能发挥出100%的实力，防御力和跳跃力还有气力同时提高。现在是3种加护同时在他身上，就算那把刀是 S 级道具也打不破他的绝对防御。此时我的无痛加护还有20秒，双胞胎哥哥率先出手朝我攻来，而我还在默念着无痛加护的时间。双胞胎弟弟认为自己已经稳赢的时候，等他反应过来时，他身上已经插满了菜刀，意识也逐渐模糊。此时无痛加护也即将结束，一阵疼痛感来袭，剑神加护的剧烈疼痛让我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在学院的医院醒来。7星英雄的其中2人竟然出现在了眼前，人类最强剑帝齐格正盯着我，校长美迪亚还在向我打招呼，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齐格询问我在亚空间内做了什么事，现在回想起来，拔剑之后自己便意识模糊，但挥剑的人的确是自己，所以也没办法向他们解释，而且被剑帝这个怪物盯上也没有好处。我只能说出双胞胎在亚空间内做出的行为太过分了，并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剑帝齐格就这样死死地瞪着我。校长美迪亚赶忙上前解围，不要看他现在凶巴巴的样子，刚才他还在帮你疏通穴道呢，看在他的脸上就不要和齐格计较了。美迪亚说着就往我身上蹭，怪不得醒了之后身体很轻盈，估计就是穴道被疏通了。美迪亚又解释，在我昏迷期间，教师们看了战斗回放，大家都看到了我为了保护柔弱女学生拼死战斗的样子，简直是梦中的白马王子。说着还不断用手指戳我的脸。剑帝齐格在旁边提醒美迪亚让他保持体面。美迪亚又告诉我学院不会追究我的责任，而且双胞胎已经主动退学了。听到这里我也缓了过来，庆幸不用和他们一起上学。美迪亚这时又说起，祝贺江建模拟成为了金华学院首席。听到这里我都愣住了。就在不久前，校长美迪亚说起他当了20年校长都没遇到过这种事，竟然有学生拒绝成为首席。校长美迪亚和剑帝齐格都震惊了。美迪亚再次向我解释了成为首席意味着什么，而且这个首席是亚空间的始祖英雄亲自选出来的结果。
就算如此，我还是拒绝成为首席。剑帝七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在这之后，美迪亚询问七哥是不是很不爽江建模夺走了你孙女的首席。七哥解释他不会对始祖英雄的评分提出异议，学院判定他是首席，我们只需要遵从就行。但江建模的剑术并不出色，肉体也不强悍，经验也不丰富，只会拿着刀乱砍，和自己一辈子追求的剑境完全不一样。不过在为江建模疏通穴道时，有一股很强的违和感，他的身体里好像存在着不该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甚至让剑帝都产生了好胜心。70岁的校长美迪亚这时候说起，帅气的男主角为了救出陷入危机的女主角冲锋陷阵的样子，如果自己再年轻10岁，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女主角？剑帝七哥听到这话实在不知道说什么。美迪亚又问七哥到底怎么想，七哥反问美迪亚知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怎么称呼你这种女人。美迪亚期待着有啥好称呼时，剑帝才缓缓吐出碧齿。几十年没受伤的剑帝脸上还是受伤了。班级的等级分为星级、龙级、狼级、凡级，我来到了狼级班。首席本应该去最好的星级班，但我想去最差的凡班。校长美迪亚猜测让我去最垃圾的班级，元老们多半会闹事，于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狼级班。因为我不想去高级班里和他们斗得头破血流，在低级班里混日子，等毕业就好了。推开教室门就发现了不对劲，所有人都注视着我，但他们只是瞟了一眼就无视了我。就在我庆幸校长的风口工作做得不错时，一个女孩子扭扭捏捏的上前对我表示感谢，我一时之间也愣住了，硬是没想起来对方是谁。女孩脸红的说出了考试，我才想起来对方是分班考试时救下的女孩子，结果上而言确实是救了她，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介绍自己叫江建模，女孩也介绍自己叫克洛伊，前世玩游戏时也没听过这个名字，我猜测对方多半是和自己一样的小配角。克洛伊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光头老师来了，让大家都坐下。光头老师祝贺大家进入狼班，又宣布第一堂课就是体能训练，让大家30分钟内换好衣服练武场集合。一名学生提问体能训练是做啥，光头解释100次屈臂100次仰卧起坐100次深蹲，然后再去练武场跑个10圈就差不多了。等学生们都离开教室后，我单独找到了光头老师，没想到光头老师竟然还认识我。我委婉地向他说起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我其实就是不想去参加体能训练。光头老师冷哼一声，听校长说你可是首席，这点强度是不是不太够哦？反正也是第一天训练，要不要去星级班训练尝试一下？此时的我只能心里咒骂校长那个死老太婆，我只能打着哈哈解释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去上厕所，并夸奖老师的安排真是太好了。就这样，我也只能跟着大家一起跑步。体能不行的我口中还在不断咒骂。克洛伊上前关切地询问我身体咋样了，又询问我跑了几圈了。我看到克洛伊是从后面跟上来的，以为他也和自己一样体力不行，就告诉他跑了5圈了。克洛伊说起他已经跑了9圈了，还给我加油让我努力。我无法理解自己体力怎么比女孩子都差。学院生活就这样过了1周，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学院食堂的一份饭菜竟然要5万元，这个价格简直高到离谱。如此高昂的物价导致生活费都快见底了，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喝着超市的便宜水维持生计。由于最近的锻炼，身上也练出了肌肉，不过更大可能还是剑帝帮忙疏通了穴道的原因。这时克洛伊找了过来，我询问他有啥事。克洛伊说起1个星期没在食堂见到你了，是不是身体不好？我也不能说出自己没钱吃饭啊，只能找借口说不喜欢吃别人做的饭菜。克洛伊又说要不要去超市买点食材一起做晚饭吃。几天没吃饭的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一路上自夸说我做饭技术还是不错。来到克洛伊的宿舍之后，发现冰箱里都是海鲜。前世作为刺身师的我忍不住就想展示一下手艺，但是用菜刀可能会发动剑神的加护，我只能询问克洛伊有没有长点的刀。克洛伊直接拿来了一把日本武士刀，没办法，我还是决定用厨房的菜刀。发动剑神的加护后，只要在无痛加护的30秒内完成料理就行。我可是被称为全国第1的快刀手，我仅用了21秒就去掉了鱼鳞，挖出内脏，去掉了骨头，还切好了鱼肉。克洛伊都赞叹菜做的太好吃了，他还自告奋勇的要去洗碗。听着哐啷哐啷的声音，我感觉克洛伊好像没洗过碗。看着窗外的月亮，我忍不住哼着歌。这时一阵微风吹过，把桌子上的日记本都吹落在地上，我的视线也被它吸引。上面写着今天的分班考试中有人帮助了我，以后我要报答他。我决定帮他把日记本捡起来时，又是一阵微风吹过，救出我的人和我还是同一个班级，他叫江建模。我心脏砰砰跳，不敢跟他搭话。我心想这小姑娘真可爱，看来没想到不敢搭话的原因竟然是这个。于是我忍不住翻了一页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连我都被其内容震惊。这时克洛伊好像发现了我在看他的日记本，你看见了吗？此时的克洛伊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了刀，熊受到大家的追捧，成为掌权者后可能会被权力腐败变成恶人，这种时候就需要影子的存在。影子的工作就是在黑暗中肃清腐败的英雄。成为影子的孩子们出生就会接受精神改造，摒弃感情，不断的训练，最终成为杀人机器。少女第一次沾血10年仅失误。克洛伊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影子，长时间不断的训练导致他心性扭曲，彻底失去感情的克洛伊来到了精华学院，这里会按照学生实力分配班级。克洛伊真正的实力最少能达到龙级，因为他属于影子家族，一辈子都在黑暗中行动，所以只能被安排到最差的凡级班，这也是家族和学院的约定。
入学时他接到的命令是不要做显眼的事，就算是这样，克洛伊也只能接受。直到遇到某个男孩子之前，那是分班考试时的事。感到恐惧无助的克洛伊被一个男孩救下了，他都放弃了挣扎，还是被拯救了。他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命运时，克洛伊心里那种无法言语的热量在心里沸腾。眼前的男孩正在挥剑，还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挥剑，这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偷偷藏起来的童话书，那是王子和英雄的故事。王子为了救出被关在城堡里的公主，脸蛋微微发红，心脏跳动也加快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感情产生了。克洛伊认为这就是爱情。此时克洛伊的宿舍里，这要从刚才我看见了克洛伊的笔记本开始说起，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我爱你。但是偷看的时候被克洛伊发现了，克洛伊本人正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只能挠着头干笑，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出错了，可能是偷看了他的笔记本，或者一开始就不应该到他家吃饭。我又询问克洛伊，你不觉得今天的月亮很美吗？见他保持沉默，又准备趁机溜走，克洛伊质问我是不是看见了。我的视线落在了桌子上的日记本，我灵机一动向他解释看见了参考书。克洛伊直接质问是不是看了日记本，虽然我一直否认，但还是被他拆穿了。这之后克洛伊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刀，我惊讶克洛伊这是要干啥，又看了看窗外，这里是4楼，跳下去肯定不行，而出口又在克洛伊后面。此时的克洛伊已经抄起了刀朝我走来，我很了解这种类型的人，一动不动的瞳孔浑浊色的红色眼睛，这明显是病娇啊。但克洛伊平时又是一副温柔的样子，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猜测克洛伊可能是双重人格，病娇一个属性就很麻烦了，现在还多了一个双重人格。现在的克洛伊比入学考试时的双胞胎兄弟杀意更浓，如果不做出行动，多半要交代在这里。菜刀在厨房，现在过去拿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克洛伊已经朝我这边攻来，我发现了后面的美工刀，克洛伊提着刀向我扑了过来，我只得抓起美工刀，将刀刃迅速划出，剑神的加护发动，克洛伊向我斩来，我也对着克洛伊挥刀，我瞄准了克洛伊的长发，咔嚓一声传来便结束了战斗。在这之后，失去意识的克洛伊从床上醒来，他还在找剑魔在什么地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洗碗的时候偷看江剑魔的背影，发现重要的刀还在身边，他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每次拿刀的时候都会失去意识，家族的人还告诉他不要否定自己的才能。克洛伊突然拿头撞枕头，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失忆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又发现了地上的美工刀，地上还有被切断的头发，他觉得自己之前可能用美工刀理发了，还发现了垃圾桶的头发，以为江剑魔是帮他打扫垃圾的途中离开的，想到如此温柔的剑魔就更加无法忍耐了，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再写一遍我爱你。宿舍楼外面，我忍不住一阵干呕，这是刚才多用了5秒无痛加护的副作用，直接把晚饭都吐出来了。饿得无力的我只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想不通克洛伊到底怎么回事，一般的剑术都是为了击败对手或者制服对手，但克洛伊的剑术纯粹是瞄准了要害，刚才如果不还手多半就被砍掉脖子了。在刚才的战斗中，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我条件反射对着他脖子划了一刀，还好美工刀长度不够，只砍掉了头发。刚才走的时候还帮他整理了房间，应该不会怪自己才对。我刚穿越进游戏时还是有称霸的野心，但加护的无奈让我熄灭了野心。奇迹的加护是游戏主角的专属加护，也是游戏里唯二的史诗级加护，加护也很直接，从魔王手里保护世界。游戏主角还被圣剑和魔剑同时选中，而我只能用菜刀，实际差距根本不用想。以前玩游戏时对这个游戏了解还是太少了，只知道主角和重要人物剧情，其他都不太清楚。主角觉醒了，加护很晚才会入学开启剧情，最关键的还是我以前没有玩到这个游戏的结局就放弃了，现在只能这样跟着游戏剧情走。游戏剧情3年级开始会变得很阴暗，发现勇者诞生的魔族袭击了精华学院，魔族和人类发生了大战。我也不知道这种垃圾游戏怎么会变成这种剧情，很多我喜欢的游戏角色后面都死了，无法接受这点的我直接删除了游戏，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在这个游戏里死掉。为了3年后能活下来，我不能坐以待毙，反正游戏主角会拯救世界，我只需要保护自己活下来就行，还要避开被选出来和魔族战斗。剑神的加护也要减少使用次数，查看系统窗口发现剑神的加护还升级了，旁边还多了一个同化率 1.5%。 我尝试点开另一个问号的加护，但系统提示权限不足，不过也确认了我的状态栏确实多了一个加护。我觉得不能随时依赖无痛加护和剑神加护，必须要创造其他可能性。下个月有期中考试，奖励是长剑春雨，这把剑可以用到毕业，关键它尺寸很方便，还不会触发剑神的加护。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这个声音说起这个位置是他的，而这个人正是阿贝尔，他好像刚运动完很热的样子，我就这样一直瞪着他，也没听到他好像说了什么。阿贝尔让我把位置让开，因为以前玩游戏时还专门为他氪过金，忍不住看着他的脸就失神了。我实在想不通学院的公用椅子为啥要我让给他位置，害怕游戏剧情出现问题，我想着以后尽量避开他，但是他是真漂亮啊，视线不自觉的就跟过去了。这时阿贝尔说起这里看星星很舒服，我还以为被他发现偷看了，如此随意的性格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剑帝的孙女阿贝尔，他连游戏主角都拒绝过。阿贝尔向我确认我的武器是不是剑，我一问他怎么知道，阿贝尔解释是爷爷说的，还有剑客的眼神不一样，他
他还递出随身的宝剑，询问要不要尝试握一下。我直接就拒绝了。阿贝尔嘟起了小嘴，一副生气的样子。我再次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游戏里的高冷女神阿贝尔。阿贝尔郑重地询问我是不是认识他。阿贝尔郑重地询问我是不是认识他。金华学院应该没人不认识剑帝的孙女，我也只得承认的确认识他。这时候阿贝尔又说起你认识我，但我却不认识你。我感觉阿贝尔想套出我的名字，我只能找借口不告诉他名字。阿贝尔又怀疑我是魔族奸细，理由是半夜3更不睡觉待在这种地方。对此我也表示无奈，我只能告诉他我正在做运动，而且还是重要的呼吸运动。这时我发现了阿贝尔手上有许多伤痕，他慌忙地把手藏了起来，我都能看出他真的很努力。阿贝尔说起拥有剑帝血脉的他必须是最完美最顶尖的存在，如果露出一点瑕疵就会被群起攻之。自从出生以来，上次分班考试还是第一次输给别人，所以很好奇打败自己的人到底是谁。听到这里的我内心还算平静。阿贝尔又说以后遇到那个首席时一定要把他打个半死。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赶忙告诉阿贝尔没必要做那么狠吧。阿贝尔解释都是因为那个人不参加首席宣誓仪式才让自己这个第2名干愣的，关键爷爷也不告诉自己首席是谁。我询问他为什么和自己说这种话，阿贝尔才说出因为你看起来很弱呀。阿贝尔的家训是对强者严格，对弱者仁慈，班里的同学都是一群傻子，没办法和他们做朋友。我也知道了他对游戏主角冷漠的原因。准备离开的阿贝尔好像也发现了不对劲，再次询问我的名字，但我还是没告诉他。第2天，我一直担心阿贝尔已经怀疑我了。克洛伊已经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班级，我害怕和克洛伊碰面，一直避开他的视线。因为我是特招生的原因，班里的很多人都瞧不起我，班里的其他特招生们也不愿彼此交流。从这点来看，没有选高级班是正确的。玩过游戏的我知道新班和龙班会分派系搞斗争。有一个好消息是我现在能在学校食堂正常吃饭了，原因是校长美迪亚给了我一张首席特惠卡，这份恩情我每天对着他磕3次头也还不清。只要这样坚持3年就能达到我梦想的未来。学院的教授正在讲课，700年前第一次人魔大战后，华金觉得需要培养下一代英雄，就和7名弟子建立了金华学院。知道这些剧情的我听得都打瞌睡了。始祖英雄瓦洛尔华金和魔族战斗了2年，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他也失去了一只手臂，失去了战力，战斗的双方都损失惨重。以第一次人魔大战为契机，双方开始休战。那时候创立了培养英雄的金华学院，人类和魔族缔结了和平条约，已经过了700年。没经历过战争的学生们都意识不到和平的珍贵，只有我知道这700年的和平马上就要结束了。就算会影响到剧情发展，但我还是想把这件事告诉校长美迪亚，虽然不知道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原本的剧情中，美迪亚由于自身加护的原因，很早就发现了这场异变。为了保护学生，他率先进入了战场，他成为了第一个被魔族杀死的7星英雄。虽然我没玩到这部分剧情就删除了游戏，但我通过网上的攻略知道了这点，还不如不知道这件事。下课之后，教室门外一阵喧闹声传出，我下意识地看了下手机日期，今天是5月5日，学生们都围了上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他的入学日，他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莱昂范莱哈特。长达700年的和平这一天开始就结束了。在我眼里，这家伙只是个晦气的家伙，还是个靠脸吃饭的垃圾，也是个招蜂引蝶的男人。如果是19禁游戏的话，游戏主角莱昂和魔王战斗前就应该去死。关键他就像魅魔一样吸引女性角色，被他吸引的女性有枪圣的侄女蕾切尔、浙公的女儿佐木、剑帝的孙女阿贝尔。越看他越觉得晦气。奇迹的加护 M 游戏里的主角莱昂范莱哈特，他是3年后最先派出去讨伐魔王的人物之一，和强制派遣差不多。始祖英雄瓦洛尔华金也只是封印了魔王军第1军团。我无法想象魔族到底有多强，应该不是主人公输了之类的疯狂剧情吧。这时主人公莱昂好像注意到了我的视线，直接看向了我这边，还对我露出微笑，给我一下整不会了。这一刻就连我都觉得这里是奇迹的加护了，主角会解决所有的一切问题。这个主角果然长得就很可靠，就连我也被他一个微笑就说服了。学院的训练场，我正在这里练习挥剑，使用超过尺寸的剑时，剑神的加护就不会发动。为了不长期依靠有副作用的加护，我也要学点剑术才行。这时克洛伊找了上来，说起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没啥大事，就是我差点被你宰了，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告诉他啥事没有。为了安静的待在学院，我想着尽量不要给自己树敌。虽然他当时失去了意识，但是我摸过他的剑，我很清楚那把剑充满了悲伤，又好像在哀求我救救他一样。刀刃的杀气又很可怕，如果以杀人为目的，那他比毛氏兄弟更危险。这时克洛伊又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他说他还要亲手做饭给我吃，但是我一想到他拔刀的样子，还是拒绝比较好。但是他诚恳哀求的眼神，我又不忍拒绝。如果同意的话，说不定下次脑袋就在冰柜里睁眼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那就是拜托他一件事，而且这件事只有他能做。听到这里的克洛伊一下就来了精神，我便拜托他教我练剑。我也的确需要剑术的师傅，还有克洛伊强的令人可怕。在那之后，我每晚睡觉前必看遇到恐怖事件时行动要领，这也是为了从病娇手里活下来提前做好的攻略。这时克洛伊按照约定来到了训练场，我们约定的时间是8点，但他6点半就来了，直接提早了1个半小时。我扫视着克洛伊的装扮就觉得违和感很强，平时穿校服还看不出来他身材意外的好，还有腹肌。
也算是明白了他为啥这么强。随后我将木剑交给了克洛伊，他疑问为啥不用真剑，我都在想是不是我听错了，还是我说错了，又不是生死决斗，为啥要用真剑？握着剑的克洛伊还在念叨剑魔好温柔，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审视着手中的木剑，他只是挥了挥剑，我仿佛听见空气都被切开了。我无法想象他的力气到底有多大，等会儿不会被他像切西瓜一样切开了吧？我再次点开了状态栏，确认了一遍剑神的加护，还是不懂这个童话律是啥意思，问号部分还是无法查看。克洛伊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发愣的我，他询问我是怎么了，他们好像看不见状态栏，如果继续发呆可能会产生误会。训练前我让克洛伊下手轻点，前世的我好歹也是实战派，想要在某个领域成为顶点，不仅要刻苦的努力，还要做到付出一切。我之所以这么快适应学院生活也是这个原因。此时的克洛伊已经摆开了架势，直接朝我攻来，他的速度快的我根本看不清，他的刀法还是那样刀刀致命，勉强躲过第一招的我心里忍不住咒骂说好的手下留情。克洛伊完全不给机会，还展示了一个脱手换刀，速度太快，打得我猝不及防，他的力气太大，甚至将我手臂都震麻了。我准备抓住机会反击时，克洛伊已经开始第3次进攻，我都在想他到底手下留情没。不等我反应过来，克洛伊又砍了过来，我还在想挨了这一击小命还在不在。咔嚓一声，我的木剑已经有了裂痕，我急忙后退，克洛伊的攻击好像停不下来一样朝我猛攻，但是木刀还是承受不住了，直接就被砍断飞了出去。我完全不是克洛伊的对手。克洛伊赶忙向我道歉，本来想轻一点还是弄断了，此时他的目光好像看到了不该看见的东西。这时系统提示，您已满足武装条件，武装受到破坏，发生了 bug， 意志力开始调整使用者的人格，人格降低，您觉醒了剑神的加护，烈神的加护也出现了 bug。 克洛伊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而我已经失去了意识，我好像回到了记忆中的某个地方，这里有点像是前世的厨房，我好像正在处理海鲜，我随手选择了中餐刀，系统提示我不能使用此刀，我又选择了长刀，还是无法使用，现在只剩下刺身刀能用，我就这样握起了刺身刀。师傅告诉我只要切下去就能做出好的料了。系统提示，您已觉醒剑神的加护烈。克洛伊还在询问我怎么了，失去意识的我朝着克洛伊缓步走去，又突然一个闪身朝着克洛伊冲去，克洛伊急忙拿剑抵挡我的攻击，他还在呼喊我的名字让我清醒过来，我一剑将克洛伊击飞了出去，这一剑的冲击力让克洛伊喋血，克洛伊也发现了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再次砍向克洛伊，克洛伊只能向后退开，被加护控制的我完全失去了意识。克洛伊受到刚才冲击力的影响，已经无力躲避下一次攻击。克洛伊还在呼喊我的名字，剑魔剑魔。我抄起了木剑朝着克洛伊袭去，克洛伊还在尝试叫醒我，眼看这一剑已经要将他杀死。克洛伊大声地呼喊出了我的名字江剑魔，此时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还有切不中的鱼，最关键的是这条鱼还在菜板上不断闪避。这时师傅命令我赶紧将它切成生鱼片，但好像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呼喊我，这个声音让我恢复了意识，我想起来了，我叫江剑魔，而呼喊我的人正是克洛伊。恢复意识的我直接将断掉的木剑丢了出去，克洛伊还以为他死定了，此时的我一把抱住了即将摔倒在地的克洛伊，并告诉他今天的对练就这样了。克洛伊关切地询问我怎么了，我感谢克洛伊的对练就转身离开。克洛伊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一幕。江剑魔离开之后，克洛伊从分班考试的时候就觉得江剑魔身上的违和感很强，那股力量已经超出常识，还无比诡异，那不是纯粹的技术，简直就像是刀刃本身。克洛伊无意识中使用了所有的加护，也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他还是拿着被折断的木剑。这时一个声音询问克洛伊，看上去很开心，克洛伊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是克洛伊的哥哥诺斯。诺斯质问克洛伊为什么入学之后一直和那个贱民混在一起，克洛伊让哥哥不要这么说他。诺斯警告克洛伊，如果继续和江剑魔来往，家族就会宰他。听到这里的克洛伊反而松了一口气，他告诉诺斯，就算整个家族来了也不是剑魔的对手。诺斯看着克洛伊的背影陷入了沉思，我现在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得到的力量既不是神的祝福，也不是神的加护，应该是诅咒。为了不依靠剑神的加护，我必须要获得一把新的武器。剑神的加护会操控我的身体，控制我的意识，让我发狂。如果那时不是克洛伊的呼喊，现在说不定就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情，因为他的呼喊才让剑神的加护结界碎开，将木剑扔出去之后我才恢复意识，这多亏了克洛伊唤醒了我的意识，不过也是因为他斩断了我的木剑才发生了这种事。我害怕再次觉醒剑神的加护，就匆忙离开了，这是用寿命交换来的才能，我是穿越者，有这个加护我才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里，我只想在这个世界过上平凡的生活。曾经的我以为只要解决掉一些小事件就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体内存在着什么东西，想要吞噬我理性的东西不是加护，想要吞噬我的是诅咒，是逆天的技术。病娇妹克洛伊正在和同学交流，但她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因为江剑魔已经3天没来上课，克洛伊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他还去敲过江剑魔的宿舍门，但只听见了痛苦的呻吟声。克洛伊强忍着想要打破门的冲动，还是离开了。他喜欢江剑魔拖着下巴思考的样子，每天偷看了他很多次，但还是看不腻，害怕被他当成是个阴沉的女人，连说话时都很小心。克洛伊刚开始以为是江剑魔帮助了自己才喜欢上他，但好像不是那样。第二天，光头教官宣布今天由于下雨的原因用自习代替训练。光头教官发现江剑魔今天还是没来上课，他猜测应该是有什么隐情，
作为优秀的教育者，应该相信自己的学生可以突破难关。这时，一个人影出现在教室门口，这个人正是我江建模。此时的我脸上已然多了几道剑痕，就连头上也添了一丝白发。克洛伊惊讶我的出现，我向光头教官道歉，今天迟到。满脸惊讶的光头教官让我赶紧落座，同学们都惊讶我到底怎么回事。在他们眼里，我好像变得比以前帅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下课之后，克洛伊找到了我，还关切地询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好几天没上学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上次对练的事？我向克洛伊解释没有的事，只是身体不舒服。克洛伊庆幸还好不是那件事。我没来上课的这3天里，我被加护的副作用折磨得痛不欲生，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我只希望副作用快点结束。使用不完全的加护付出的代价远超我的想象。透过镜子，我发现我的脸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好像变得冷漠了，还有一部分头发也变白了。这是加护的惩罚。此时的克洛伊好像很自责，因为最后和我对练的人是他。为了解开他的心结，我邀请他晚上一起吃饭。克洛伊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我又告诉他想吃他亲手做的食物，他高兴的直接跳了起来。克洛伊询问我想吃什么菜，我才说起好久没吃鱼了，上次吃鱼还是在你宿舍吃的。这时一股杀意从我身边扫过，我急忙寻找这股杀意的源头，四处张望之后，我找到了这股杀意的方向。一位蒙面男子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克洛伊一脸震惊地看着对方。我询问克洛伊是不是认识他，克洛伊没有说话。我很明显地感觉出对方来者不善，我和对方相互打量着彼此。我快步向前告诉对方，有事就直接说，不要一直盯着我。我也发现了这家伙的瞳孔颜色不正常。此时克洛伊突然拦在了我的身前，并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来这里。克洛伊虽然表现得很强势，但是他的声音却在发抖。男子质问克洛伊，你不惜违抗阿迪托的规矩，也想和他在一起？克洛伊辩解阿迪托跟自己已经没关系。男子命令克洛伊扔下旁边的剑鸣，重新回到阿迪托。听到这里的克洛伊当即爆发出强大的杀气，命令男子不要说出这种侮辱剑魔的话。这股强大的杀气冲击着整个教室。我庆幸大家还好都去吃饭了。我也想起来了阿迪托家族，他们是负责潜入和暗杀的影子集团。正面战斗虽然不如其他英雄家族，但是在暗杀技术上没人能超过他们。原来克洛伊是阿迪托家族的人，眼前这个人是克洛伊的哥哥呀。他那时候习惯杀戮的表情也能理解了。阿迪托家族的存在是为了维持秩序，找出并杀死内部的敌人。他本人是不是也想过上普通的人生？就像我剑神的加护一样，他出生在刺客家族，根本不允许他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只能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我不是英雄，也成为不了英雄，我也不想当英雄。就算我无法拯救世界，最少可以拯救他。我决定和克洛伊的哥哥单独聊聊。剑神的加护虽然像诅咒，但是这个力量不会让我输给任何人。我既然无法逃离剑神的加护，那就只能支配他。你是叫诺斯吗？我叫江建模，你跟我出来吧，我们用剑来说话。此时的教职员是光头教官，猜测江建模身上应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边通知江建模申请了亚空间决斗，对手是诺斯阿迪托。这是我蜕变之后的第一战，就连曾经得不到的女神也在一旁观战。对决开始前15分钟，校长美迪亚告诉我，就算是虚拟世界身体不会受伤，但精神也会受伤。我倒是无所谓，只要我赢了就行。坐在等候室都能听见外面的吵杂声，并将妹克洛伊一副自责的样子。我让克洛伊不必担心，你不是借给我武器了吗？克洛伊说起哥哥很强，他是阿迪托家族历代以来少见的天才，在暗器上没有对手。14岁时被称为夜间技巧的顶点，我都无力吐槽这是谁取的名字。无论我怎么避开，但我能选的路只有这一条。师傅曾经说过，握刀之人一辈子都是刀手。随后广播提示，请2名对练的学生进入练武场。临走前，我告诉克洛伊，这世上有很多天才，但最后都会被我打败。我拿着2把刺身刀来到了比武场，学生们正在欢呼。我都没想到一场普通对练怎么这么多人，就连星级班的人也来了。游戏里的主人公团队正盯着我，特别是剑帝的孙女阿贝尔，他们这种行为无疑是加大了我的压力。我的对手诺斯质问我怎么用这种破刀参加对练，还向我释放出杀意。我淡然地告诉他，高手是不会嫌弃装备不好。听到这里的诺斯直接掏出了武装，毫无疑问这是 S 级武装，而且还是2把 S 级武装。虽然有点可笑，但我也是认真的，毕竟我的武装是刺身刀加上玫瑰刀。随即宣布对练开始，主角团们都盯着这一幕。亚空间展开，剑神的加护和无痛的加护同时发动，众人都不敢相信这种场面的战斗，他们甚至看不见2人的对砍，速度快到肉眼根本看不清。枪圣的侄女蕾切尔也对我投向了兴趣的目光，阿贝尔都不敢相信那天晚上的弱鸡怎么这么厉害。诺斯一记横劈向我斩来，我直接一刀将他破开，他接着又是一招破砍袭来，我轻松将其抵挡。诺斯又随手划出2道剑气，但只是在地面留下了2道剑痕。诺斯又是一击绝杀朝我攻来，这是他的必杀技3足鸟。诺斯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了时，附近却没发现我的身影。毫无疑问，我避开了他的必杀技。观众们都议论2年级的诺斯占据了上风，只有阿贝尔看出来了我并没有发起进攻。诺斯也发现了不对劲，因为他拼尽全力，甚至用上了加护也奈何不了我。2把刀太重了的原因让我无法用出全力，我扔下了1把刺身刀。诺斯还在疑问我为什么要扔下武器，只见我双手握住了克洛伊的玫瑰刀，就这样对着诺斯。他完全不懂我这是什么操作，但他爆发出强力的威压，做好了防守。只听嗖的一声，一道流光刺过，我将身体交给了想要吞噬我的某种东西。剑神的加护，愿神能保佑你。这一刀砍下了诺斯的一只手。诺斯还没看清刚才是怎么回事，不管是加护还是诅咒我都无所谓了，我平凡的学院生活也再见了。现在枪圣的侄女蕾切尔又盯上了我，剑神的加护仅用1刀就将
将诺斯切成了碎片，亚空间也就此关闭。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我击败了诺斯。阿贝尔和雷切尔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广播也宣布亚空间对练结束，现在已经彻底无法挽回了。我还是无法习惯用刺身刀和别人对砍。亚空间的性能是真不错，就像克洛伊说的，诺斯的确很强，还是从实战中积累出来的强大。还好我有剑神的家伙。广播也宣布胜者是1年级狼班的江建模，还特别的强调了1年级学生打败了2年级学生。我都不得不吐槽这些人这种时候都不忘给我做宣传。没办法，这也是我选择的路。此时新班的学生还在讨论阿迪托家族的人输给了1年级的家伙。通过刚才的广播，阿贝尔也知道了我的名字叫江建模。现在整个精华学院都在讨论江建模的事情。江建模一刀就解决了诺斯，这件事对阿贝尔打击非常大，因为他也没看清江建模的动作，关键他没用传统的剑术和上到了台面的武装，而是2把厨房用的菜刀。阿贝尔是剑帝的孙女，所以对剑很自豪，他实在没想到用那种刀也能变得那么强。此时阿贝尔又想起了一件事，自己曾经向江建模说过很好奇首席是谁，还说过如果知道了是谁，下次一定要打败他。现在想起来，原来首席就是江建模。想到这里的阿贝尔顿时浑身颤抖，江建模比自己更强。那天晚上那家伙看着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越想越气的阿贝尔一拍桌子大吼，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一拍惊醒了旁边的雷切尔，阿贝尔赶忙解释没啥事没啥事。雷切尔一副怀疑的样子，他又解释只是身体不舒服，但雷切尔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先问阿贝尔饿了没，又问带武器没，再问要不要去上厕所。这3个问题阿贝尔都能淡定否认，最后问他是不是想男人了。阿贝尔就像被说中一样，一副面红耳赤的样子。雷切尔当即笑出了声，果然阿贝尔也是女人啊，还以为你一辈子不会谈恋爱。脸红的阿贝尔矢口否认。雷切尔询问那家伙是谁，先让我猜看看是不是莱昂，他的脸蛋是长得很帅。听到莱昂的名字，阿贝尔不为所动。雷切尔也想起阿贝尔好像讨厌莱昂，又说出了是不是昨天对练的特招生那个黑头发。被猜中的阿贝尔直接撇过了视线，雷切尔也确定了就是这个人，立刻拉着阿贝尔就要出发。阿贝尔一问这是要去哪，那当然是去找他了。此时的狼班，雷切尔拉着一脸不悦的阿贝尔找了过来，还在教室大吼同学们打扰了。学生们都看呆了，阿贝尔害羞的表示我们还是先回去。雷切尔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找一个好位置。很快他找到了一张视野不错的桌子，他直接站了上去，还不忘吼几句黑发男在哪。一名学生提醒雷切尔随便站在别人的桌子上是不是有点过分。雷切尔表示看在我漂亮的份上，能不能原谅我一次。这名学生当即答应，这操作让阿贝尔都感到头疼。雷切尔很快就找到了江建模，但又有点奇怪，一名女孩子在他旁边笑嘻嘻的样子。雷切尔猜测可能是他女朋友。很好，有女朋友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更有趣了。他还顺手解开了自己领带，前一秒还笑嘻嘻的克洛伊，下一秒就变了脸，因为他看见了雷切尔在江建模耳边吹气。阿贝尔和克洛伊都惊呆了，雷切尔又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我也被雷切尔吵醒。我刚醒来就看到了向我打招呼的雷切尔，你是不是叫江建模？我满脸问号，雷切尔怎么在这里？他又说起昨天怎么没发现你长得这么帅。病娇妹克洛伊直接捏住了雷切尔的手，质问他怎么回事。下一集病娇妹克洛伊很生气，当发病的病娇妹碰上了天然的盐意女，我觉得不对劲的危险信号原来就是这个。克洛伊又要切换人格了，没想到他还在教室里掏出了暖烘刀，这是我在游戏里也没见过的组合，实在想不通到底怎么回事。这时阿贝尔上来拉开了雷切尔，雷切尔表示我们只是打个招呼没事，说着他就看向了克洛伊，他甚至摸着克洛伊的头说大人们讲话时小孩子不要插嘴，还有小孩子不要拿这么危险的东西。说完雷切尔就准备找江建模继续聊，克洛伊毫不犹豫划出了美工刀，我和阿贝尔都惊呆了。雷切尔好像也注意到了什么，下意识转身，他不出意外的抓住了克洛伊的手，不仅身材瘦小还有点小心眼了。旁边的阿贝尔怕事情闹大了，急忙呼喊雷切尔，就算这样他还是无动于衷，直接一把将克洛伊扔了出去。克洛伊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才站稳脚跟。教室里的吃瓜群众纷纷喝彩，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任何技术都没用，力量至上的家族嫡系圣级枪圣的侄女雷切尔。这时他说起那个小鬼是不是你女朋友，我直接就否认了。旁边克洛伊用冰冷刺骨的眼神盯着我，但不是就不是，想了又想，我只能吐出2个字朋友。我还不懂这是什么情况，阿贝尔怎么也在这里？刚才的场面太过混乱，还没注意到他也来了。我询问2人为什么来这里，雷切尔解释阿贝尔小姐对你感兴趣，所以过来看看。脸红的阿贝尔急忙摆手否认，还辩解这是雷切尔强行带自己来的。阿贝尔你乖乖跟过来的，还以为你也想来呢。一时之间阿贝尔竟说不出话，教室的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撇过视线的阿贝尔解释好像有点误会，自己也没说要来，但我觉得想来的话直接来不就好了。我告诉2人没啥事的话赶紧走吧，我要睡了。阿贝尔和雷切尔都面色一惊，雷切尔更是挽上了我的手，并表示喜欢我，还邀请我下课后去他房间看奈飞。听到这里的克洛伊当即大喝一声，从剑魔君身边滚开。雷切尔听到这里直接笑出声来了，还问阿贝尔有没有听见，但阿贝尔在后面怒视着他。雷切尔见状只得向我告别了下次再见，我只得告诉他下次别来了。他走的时候还不忘和我说拜拜。我倒下去就准备继续睡，这时阿贝尔缓缓停下了脚步，并转过了头，最后远远地望了我一眼，才依依不舍地收起视线。教室外面，雷切尔也没想到江建模会是这种态度，他从那双漆黑的眼睛里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有种脖子被砍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毛骨悚然，和入学以来接触到的这些废物同级生完全不一样。本来只想逗逗他，但发现了这种意外的收获，
枪圣家世代都会和出色的武人联姻，某种方面来说是一个让人想要的资源，怪不得坚不可摧的女帝会心动。雷切尔突然转身向阿贝尔道歉，阿贝尔表示刚才那件事不用道歉，你更应该向狼班的同学道歉，但他道歉的并不是这两件事。雷切尔这才说出将剑魔我是不会让给你的。听到这里的阿贝尔惊呆了，此时的另一边，诺斯就像发疯一样念叨着要宰他，一辈子都没输过谁，自己可是阿迪托的天才，他打算今晚突袭宰了江剑魔，准备动员阿迪托家族的所有人，集合一族之力应该能宰了他，最后再把克洛伊带回来，因为克洛伊的潜力已经超过了他。当他推开房门的一瞬间，仿佛发现了新世界，有一个人正在这里吃着苹果，而这个人正是江剑魔。在那之后的病娇妹克洛伊一直处于发疯状态，我都能感觉到她还在生气，她一直在念叨着原来剑魔也喜欢大的去死去死，我有一件事要找他确认，所以找到了克洛伊，他马上就变回了正常人。我询问他诺斯咋样了，克洛伊解释哥哥诺斯住进学院的附属医院，他也没去看过，不知道咋回事。我一问亚空间的对练不会受到外伤才对，克洛伊又告诉我哥哥诺斯的确住院了，他还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也没想到诺斯弱到连这点打击都扛不住，我猜测他有可能在打其他主意，以我前世的经验来说，对付病娇最好的方法就是轻抚他的头。我就这样从克洛伊口中得到了诺斯病房所在的位置，然后到了诺斯的病房提前等他。我咬了一口病房的苹果，又询问他苹果能吃吗？诺斯被吓得说不出话。阿迪托家族果然很有钱啊，竟然住着这种高级病房。诺斯质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拿起了旁边的水果刀，诺斯还以为我要斩草除根，但我只是拿起了小刀削苹果。我炉火纯青的刀法将苹果皮削得非常完美，我将削好的苹果放在了桌子上，又告诉诺斯如果吃不下饭就吃点水果，气得诺斯准备掏刀和我拼了。我也停在了病房的门口，如果你想找我报仇，我就灭掉整个阿迪托家族。听到这里，诺斯明显被吓坏了，随后哐当一声我便关门离开了。刚才削好的苹果也出现了裂痕，苹果裂开的声音吓得诺斯当场坐了下去，仇恨的火苗已经被我掐灭。我觉得诺斯应该没了复仇的心思，这种虚张声势的恐吓还是挺好用，因为我知道30秒的庇护无法打败整个阿迪托家族的人，30秒最多解决10人左右，不过那也是最坏的情况，还是要尽量控制自己不随便杀生。现在有种站在风暴中心的感觉，我好像还习惯了这种生活，难道我脑子真的出问题了？目前诺斯那边应该没事了，现在最麻烦的是难缠的女性角色蕾切尔，她曾经在游戏里主动靠近主角，但她是比游戏女主阿贝尔还晚一步攻略的人物，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期中考试要来了，这件事和我关系很大，我需要考试的奖励村语，有了它就算过了30秒我也还能战斗。考试内容是不分班级5人一组击杀魔兽，因为是小组任务，个人的实力很重要，但在战场上战友之间的信任更重要。小组任务虽然很麻烦，但只要遇到好队友就可以搭上顺风车躺。考试时要击杀的魔兽是地级魔兽鱼人，玩游戏时觉得这东西长得很恶心，虽然我一辈子杀鱼，现在又要杀鱼，想起来还有点恶心。我期待如果是美人鱼就好了，最少能大饱眼福，同时也庆幸这次的对手是魔物而不是魔人。我穿越来到这个游戏世界将近1个月，人类和魔族停战协议已经有700年了。半世纪前，魔族第6军团团长打着救出被封印的第1军团长的旗号，一个人冲到了最前线，人类派出最强的7星英雄迎战。经过1周的血斗，人类虽然获胜，但还是牺牲了3位英雄，还好双方都不希望战况扩大，我都无力吐槽号称人类最强的7星英雄，结果连第6军团长都解决不掉。和平一直持续到现在，无法想象一个人封印了第1军团长的瓦洛尔华金到底有多强。我猜测他应该不是人类，这之后还要和比瓦洛尔华金更强的魔王战斗，距离和魔族开战的时间还剩下3年，现在只能把心思放在眼前的期中考试，要优先找到其他4名小队成员。我现在好歹也算学院名媛，利用好这点找个队伍还不是轻轻松松，但结果和我想象中好像不太一样。已经过了1个星期，还是没人邀请我组队，可能是上次战斗太过分了，导致大家都畏惧我。我注意到克洛伊好像也一样，那天之后他也变成了边缘人。我找到了克洛伊，得知他也没找到人组队，当即邀请他和我组队，虽然还要找3名队员，克洛伊也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知道克洛伊的实力很强，1小时的考试时间应该能解决不少鱼人，而我只有30秒的家伙，有他的帮助就像得到了千军万马一样。这时一个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雷切尔在教室里喊我名字，他告诉我来找剑魔君玩了。克洛伊掏出了美工刀，还念叨着大的来了大的来了。我让雷切尔赶紧走，自己没时间陪他胡闹，但雷切尔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剑魔君好无情。我让他能不能不要这样叫，但雷切尔闹着说不知道也听不见，更是直接倒在了我的桌子上，又询问我找到考试的队友没，我只得告诉他还没有。闻言，雷切尔当即邀请我加入他的小队，切尔邀请我加入他的小队，但是我觉得他们小队不可能缺人。雷切尔认为和我一起组队会发生有趣的事，我以答应了和克洛伊组队为由拒绝了他。雷切尔表示那更好，因为小队刚好差2个人，如果还找不到队友就有可能拿不到奖励了。我看了看克洛伊，向他征求意见，克洛伊点了点头，我也就答应了雷切尔加入他的小队。我一问组长是谁来着，他说出了组长是一个叫莱昂的家伙，我顿时就震惊了，前世是不是造了什么孽，辛苦工作30年还要遇到这种事，现在已经和游戏女主扯上了关系，虽然能大饱眼福也不错，但是和莱昂扯上关系又是另外一件事。游戏主角的光芒简直要闪瞎我的眼睛，现在想换组也来不及了，因为雷切尔那个死娘们已经把申请书交上去，活了一辈子第一次想砍死某个女人。这时克洛伊找了过来询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在想刚才
才的臭娘们不对是金发妹，我只得告诉她和新班的学生在一起压力有点大。克洛伊告诉我不用担心，因为新班的学生都没见魔墙。我询问克洛伊我们小组开会是几点，克洛伊说起金发说过是下午6点在咖啡厅。这之后我和克洛伊来到了咖啡厅，克洛伊点了一杯奶茶，喝起来很开心的样子。这里的咖啡我实在喝不下去，但我只能强撑着假装很好喝，怎么也得保住大人的品味。这咖啡又苦又用不了学校的饭卡，以后还是要少来。这时雷切尔和莱昂来到了这里，还带了一个不认识的家伙进来。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金发就是游戏主角，旁边的棕发像个小混混。莱昂主动向我打招呼握手，并表示前几天亚空间对练印象深刻，和你在一组很安心。莱昂还提议小组成员先自我介绍，莱昂首先介绍了自己叫莱昂范莱哈特，看着他帅气的脸我就觉得人生真不公平。雷切尔顶了顶旁边小混混，大家都认识自己就不介绍了。棕发介绍自己叫斯皮特威鹏，我感觉这个斯皮特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克洛伊介绍自己是克洛伊阿迪托，是建魔军的。还没说完，雷切尔就戏谑地看着他，气得克洛伊差点当场发飙，不过他还是忍住了。雷切尔还在调侃真能忍，你这自我介绍太传统了。最后我也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莱昂掏出电脑开始投影地图，这是接下来考试小岛的地图。考试当天会通过亚空间门传送过去，这里的亚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有可能被魔兽击伤。东南部区域分配了3个小队猎杀鱼人，区域内鱼人的数量是固定的，哪个小组击杀数量最多就获胜。斯皮特担心会不会出现美人鱼，莱昂解释教官们都检查过了，不必担心。克洛伊询问会不会被其他小组偷袭，莱昂又解释这场考试重点是猎杀鱼人，学生们之间战斗会失去资格。我都感叹不愧是刺客家族的人要担心这种问题。这之后房间只剩下了我和莱昂，我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莱昂叫住了我，并询问江建模你是从哪来的。莱昂询问我是从哪来的，他上次好像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但这次的提问和那时本质上完全不同。我看不透他眼神中的意思，他指的是我从哪个地区来的吗？如果是问这个的话，刚才自我介绍时他可以直接问才对，特意等所有人离开后才问，肯定有什么原因。这时莱昂突然道歉，说自己说了奇怪的话。建模，我在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但这款游戏里用的都是 H 国语，也不是没有国家之类的区分，谁看了都认为我是 H 国人。这时莱昂又说起刚才的话，就当作没听见。说完他就准备离开，我一时不注意用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莱昂，你是从哪来的？如果就这么放他走了，我肯定好奇的睡不着。莱昂解释自己是从德国来的，我都没明白莱昂这家伙在搞什么，那瞬间我都以为这家伙也是从其他世界来的。我也不能确定重生到游戏里的人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他还是主人公，比我这个小配角有更大的可能性。剑神的加护状态下，我的感觉变得锐利，我又发动了剑神的加护。我默念了一次莱昂是这里的人，剑神的加护回应了莱昂是这里的人。觉醒了剑神的加护后，只要集中注意力，隐约间就能听见声音。每次我持续发动这个能力的时候，脑子就会疼，就连无痛的加护也没效。今天看到的莱昂是我玩游戏时的那个莱昂，就算让演技高手扮演，也无法演得如此逼真。他问的真的只是国籍吗？随后我用搜索科目百科搜索了莱昂范莱哈特的资料，也找不到他的文档。反正和莱昂也只有这次才会接触，如果又发生这种事，就拜托美迪亚帮忙吧。我暗示自己不要想得太复杂，一直以来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但面对这种事实却很冷静。我又打开了系统面板，肉身的等级从5级升到了7级，剑的尺寸也没有变化，精神的等级还是3级，目前没有满足同化率条件，努力锻炼身体后应该提高了才对。等拿到村语之后，能力应该会提高点，同化率满足70%会觉醒附属条件，感觉马上就要解放完成一样。这段时间一直在和那对兄妹玩耍，现在最郁闷的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我自己，又不能去问别人。系统提示满足了加护的最少发动次数，调整发动时间，无痛的加护发动时间由30秒加到40秒，冷却时间缩短为12小时。不枉我吃了那么多苦啊！终于有好事发生了。倒数第5天我还在锻炼，倒数第4天还在和小队成员聚会，倒数第3天病娇妹克洛伊还在教我练剑，倒数第2天研一妹蕾切尔又缠上我，倒数第1天我还是在锻炼。此时的我已经可以用刀切开汗水，我都感叹锻炼成果终于有了效果。实习考试当天，这就是亚空间啊！有了这个东西，整个练武场的气氛瞬间就变了。小队成员已经提前到达了这里，队伍的蕾切尔主要输出，队长是莱昂兼指挥，队伍的辅助微跑，队伍的副输出克洛伊，队伍的后方戒备江建模。蕾切尔是 S 级武器方天画戟，莱昂现在用的还不是巴鲁姆克。我的目光投向了斯皮特威鹏脖子上的笛子，蕾切尔这时候说起，你别看那样，那可是治愈系中罕见的 S 级，那是我曾经在游戏里花了几千万也得不到的治愈系 S 级武器。虽然造型有点奇怪，但为什么是这个样？我不由自主地贴近了观察，吓得威鹏以为我对他有啥想法。此时广播声响起，现在开始2034年1年级第1学期的实习考试。众人都被这个声音吸引。这时教官提醒，遇到危险时不要犹豫快跑，你们别忘记你们还不是英雄，只是学生，如果有人受伤或者弃权时随时可以联系教官。莱昂提醒大家时间到了，准备好，并让大家不要紧张，尽自己所能就行。眼看考试就要开始了，克洛伊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还是担心会出现美人鱼，因为斯科普里岛是美人鱼出现的地区。我只得安慰克洛伊不要担心，教官们会确认的。克洛伊出生的西西里岛常有美人鱼的目击和受灾事件发生，现在和魔族休战中只能在副本里才能看到魔族，但经常有美人鱼出没的传闻，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有掌握美人鱼出现的条件。这时教官提醒大家开始入场，
准备开启亚空间异空门。我摸着克洛伊的头，再次安慰他不要担心。克洛伊在我的安慰之下也略有好转。小队5人就这样走进了亚空间。雷切尔，你拦着那个鱼人不要靠近。威鹏，你快使用治愈加护。但此时的克洛伊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没回过神，他好像听见了剑魔在叫自己。此时的小队众人已经开始战斗。克洛伊发现自己刚才好像断片，现在也联系不上教官，因为大家在洞穴里，手机也没有信号。一个可怕的敌人出现在了众人眼前，正是人形魔物美人鱼。此时小队众人都陷入了绝望。下一集将剑魔开启剑神的加护，单刷美人鱼。莱昂和威鹏以及雷切尔都因为晕船还没缓过来。我好像不怎么晕船。这时一只长着腿的鱼出现了，我疑问这难道就是鱼人吗？可鱼人转身就跑。如果鱼人都是这种弱鸡，那也没有我出手的必要。莱昂解释刚才那是小鱼人，考试的鱼人不是这种体型。克洛伊去附近搜查情报了。小队4人谨慎的在森林里走着。这时莱昂说起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过来了，原来是克洛伊踩着树木跳了下来。克洛伊解释树上安全些，他说起前面500米有个洞穴，很明显洞穴里有东西，这里面有密密麻麻的人鱼，大概有60只左右。莱昂还在考虑要不要进去，我知道他犹豫也是正常的，如果杀死这些人鱼多半能拿第1名，但是洞穴内可能没信号，会和外界失去联系。决定这件事的人是队长莱昂，他提前安排了克洛伊搜查小岛附近，威鹏负责治疗和辅助。我实在想不通这种小混混是治疗师，而我负责防御后防，莱昂负责指挥看情况参战。雷切尔作为主要输出，他将方天画戟一击掷出，直接砸在了鱼人的火堆中间。鱼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雷切尔已经冲了上去，一击就解决了2只鱼人。他作为队伍主要输出完全足够，威鹏作为辅助给他加 buff。雷切尔太凶残，杀得鱼人四散而逃，一会儿就杀死了20只鱼人。看到这一幕，我和莱昂都震惊了。此时的克洛伊也发动了喵咪的家伙，他一击就杀死了8只鱼人，2只鱼人朝他扑来，他一剑就将他们切成了几半。雷切尔和克洛伊就这样开始相互竞争击杀数量，我和莱昂只得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我猜测多半是因为上次在教室的矛盾还没平息，他们2人都盯上了同一条鱼人，这条鱼人也盯上了他们，2人直接将这条鱼人剁成了碎片，杀死了鱼人，2人的嘴巴也不饶人。我庆幸2人没打起来，真是太好了，60只鱼人被他们2人一会儿就杀完了。莱昂也呼喊大家准备离开，从决断力和领导力来看，他确实是这边世界的人。他上次问出生地狱，看来只是单纯的询问，从结果上来说，这次考试算是躺赢了。此时一道能量形成的激光射来，径直的刺中了莱昂胳膊。雷切尔、克洛伊、威鹏都震惊了，我马上就发现了异常，众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水池中间一只怪物浮起，毫无疑问这是魔人美人鱼，众人都不敢相信美人鱼出现了。现在如果带着受伤的莱昂肯定跑不掉，因为在山洞里没有信号，也联系不上教官。我看出来他们都失去了理智，我当即命令雷切尔拦住附近的鱼人，威鹏给莱昂治疗，又告诉克洛伊赶紧出去向教官求救。克洛伊犹豫片刻之后还是同意了。此时的雷切尔和威鹏惊慌地询问怎么办，我只得让他们解决附近的鱼人。前世就觉得切那些小的海鲜很没意思，因为鲨鱼方面我可是专家。